哈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玩具玩具，我是雾，我是千豪，千豪安 Q 莫宽斗。我猜是好久不见，而且也很久没有来这边了。今天呢来到我家嘛，但是因为之前就是那种比较累的调啊，就是给23去处理。新人嘛，这种比较轻松的哦，就是在家里吹吹冷气啊，就是找千豪来就可以了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玩具，我觉得也算是蛮特别的。你可能不知道的热卖美系玩具，就是可能而已，好不好？我们没有要怎样。对，你可能而已，就是你有可能知道，那你也不会生气。现在大家看我们桌上就有3个不同的厂牌，分别就是有我们这个 NONSCO Design 黄色小鸭鸭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Super 7跟这个最大宗的孩之宝。那我们就 Go Go， 好久没有这样。不对，这样。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 Super 7 Reaction Figure。Super 7呢，就算是它在美国发迹的一个玩具品牌。那时候创立的时候，它其实有一个宗旨，是它想要发行一些别人不太会发行的玩具。所以 Super 7有可能会出一些就是很大，然后你可能没有想过的冷门的角色，这可能是它的一个特点之一。这次的我们要介绍的主角 Reaction Figures 呢，就是它有出很多像是电影啊，或是动漫，还有游戏主题的角色。整个吊卡设计，如果你想要玩的话，你应该就是要买2组，因为你应该会舍不得拆。就是光是它人偶的造型，其实摆在那边，其实也是蛮好看的。它其实就是走一个复古的吊卡包装，然后让各位玩具人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去收集它的这个吊卡。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3.75寸人偶。那其实因为时代的变迁嘛，所以我觉得每一只人偶上的一些材质上面，我觉得在新出之后都有做一些不错的设计。星战毁灭者呢，我也可以算是一个小有收集的一个系列啦。其实星战毁灭者呢，最初它是 TOPS 公司出的集幻式卡牌的游戏，提姆沃顿呢是根据这个卡片游戏呢去改编，然后做出了这个电影。如果各位玩具有在收《星战毁灭者》的那种老吊卡的话，其实就会知道，其实它有些吊卡是有3.5实体片，就是有附一些游戏。像刚刚千豪就有讲到 TOPS 嘛，那我这个就是 TOPS 那时候出的，就是算是老吊卡。其实我们这几只都是会引夜光的，然后就连吊卡也是做夜光的，我觉得蛮屌的。就是它这边的字还有它一些图这边都会有亮。这个夜光版本其实它之前也有出过，就是一样的角色，可是它就是实色。它其实3款就是出像这个就是被融化的人，然后还有这个一般的士兵跟狗狗。转过来这边也是蛮值得一提的地方。刚刚前面有提到说，《星战毁灭者》其实是根据集幻式卡牌来改编的电影。吊卡的后面呢，也有写出它这一个吊卡是根据当初卡片里面的哪一张去做设计。狗狗的这张就是第36号，卡片的名称就直接是 Destroying a Dog。像这一张算是最经典，因为它这个卡片是1号，那名称呢是 The Invasions Begin， 就是他们开始入侵。那这张卡片如果当时你有好好保存的话，到现在应该也算是一个天价的神物。我有这张海报它算天价神物。海报就应该是比较没有。下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Super 7出过的 Reaction Figures 的星战毁灭者的款式都写在上面。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 NONSCO Design 所推出的这个黄色小鸭系列。那它这个黄色小鸭之前跟玩具人介绍过，就是它拿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授权，从忍者龟到人中之龙都有。它把小鸭鸭跟那个我们都熟悉的 IP 做一个结合。那它这个特色呢，它的底座都是附上一个浴缸。它的好处其实就是各位玩具人如果买回来没有要拆，其实这样全部叠在一起，连拆都不用拆就可以直接展示。那因为这个本来价钱就没有到很高嘛，但它最近呢又推出了一个更便宜的版本。整个包装是用纸盒去包装。除了这些尺寸呢，其实它也会依照电影角色的不同，比如说像是恐龙，然后它的尺寸就会比较大，用这种方式去跟小鸭鸭做一个结合，这真的是非常可爱。那我们就先请千豪帮我们介绍这个4兄弟。这边呢就是里奥纳多、米开朗基罗、拉斐尔跟多纳泰罗。那其实可以看到，就是他们每一个角色呢都拿着他们的招牌武器，武士刀啊，然后双节棍，他还拿一个披萨，哇，好爽。拉斐尔的话呢，就是他的这个3叉也是有2只。多纳泰罗呢，就是拿他的招牌武器是长棍。这边的这个是乌龟通讯器，女记者 April O'Neil 也是做成黄色小鸭的女神造型。造型上虽然都差不多，但还是有一些些微的不一样。他们在眼睛上面描绘也都跟每一个人的个性有像拉斐尔比较凶，米开朗基罗呢就是比较和善。他在尾巴后面绑一个这个因为他们脚上也有这个没脚，所以就把它绑。哇，好强哦！这2个一个是我童年最害怕的角色，我们的恰吉。但我们恰吉跟黄色小鸭结合之后呢，其实我不能说它可爱，因为它把恰吉脸上那个疤什么都把它还原出来，说实在还是有点可怕，还是蛮猎奇。他把一些就是他头发是用订书机订起来的那个样子都把它还原出来，然后他的服装呢也
也是恰吉很经典的那个吊带裤的服装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算是我觉得比较特别，是我们的这个魔鬼克星的史莱姆，它其实不是鸭子，它只是把鸭子塞在里面而已。但其实因为史莱姆的造型就有点像鸭子的屁股，所以他把鸭子跟史莱姆做结合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好像只是鸭子穿着史莱姆装，或者是史莱姆把鸭子整个吞进去的样子，嘴巴都把它还原出来。这个史莱姆的材质跟其他款就比较不一样，它是做有点磨砂的那种材质，而且你在灯光这样照下来的时候，你会感觉有点反光的，表情很还原啦。那旁边的一些皱褶都把它做出来。这个史莱姆呢也有夜光的版本，就不是透明的，可是它有夜光。像它这个黄色小鸭这个系列，其实有时候都会推出一些限定版本的角色。前阵子呢，他们也有发行一个大白鲨，大白鲨的嘴巴里面有一个黄色小鸭，黄色小鸭嘴巴里面呢又有一个氧气瓶，就是还蛮有意思的。实测一下，实测它到底可不可以浮起来？好，来3、2、放。其实可以，可是它没办法，就是很直立的浮，因为它这个应该造型关系，所以它头部比较重。那看起来超白痴哦！这样我就不怕了，这样我就不怕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这个就是孩之宝所推出的这个 G.I. Joe。大家对 G.I. Joe 最熟悉，应该是大概10几年前的时候，有台湾人重新配音嘛。黑人给我闭嘴，奥巴马！算是大家认识这部作品的一个启蒙。但其实呢，它是在90年代美国非常热门的动画影集。然后那时候他们其实是叫大英雄，只是后来电影上映的时候叫特种部队。然后那时候大家才熟知 G.I. Joe 这个名称，不然大家以前都是讲到 G.I. Joe 都是迷音的。林家鸡那从傻小啦，那也要去打猪。那这个 G.I. Joe 呢，它在动画里面就叫除暴突击队。我觉得收这个的好处，它里面有很多探员，那每一个探员呢，他都有自己的特色跟个人风格，所以你收集起来，你会觉得，好像是不同动画里面出现的呢，但其实是他们都是 G.I. Joe 特种部队。像他那个是就是反派的这个 Firefly，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有出现的蛇眼。还有这个查克斯跟我们这个 Snowdrop， 他们就是特工，他还有出一些异色的版本。那他这个系列呢，除了有出这种单人的，那可以看到这个蛇眼，它是有附这一只狼的，都是有载具组合的。那我们就把它拆开来玩，这很赞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它这个包装像芭比娃娃，后面还有那个扶桑花。那首先我要介绍我这个是我们的 Snowdrop， 然后它是专门在雪地攻击的一个角色，这样，所以它的造型是这个全白的雪地装，那附一个可换头雕，那可以看到它的配件非常非常多，雪中步行的雪中鞋，还有这个雪橇，跟上面它的这个拐杖，然后手上拿的是狙击枪，然后它的弹匣是可以拿下来的，它有附上这个滑雪用护目镜，所有的配件都可以上在这个包包上面，这个就是 Charcoal， 可以看到它就是走那种夏威夷风。它很靠，它明就是下半身军裤这样，对对对，花衬衫，它是臭那种。然后它配件就是有附上墨镜啊、耳机，然后随身听、望远镜，脖子上面呢也有这个花圈，它的可换头雕，一个是这个被打的鼻青脸肿的样子，然后一个是正常脸，它有附上可换手是拿着手指虎，然后整个造型非常非常有趣。我看到之后我蛮喜欢的一个角色。我这边呢，今天这两个一看就觉得是军人，这个是萤火虫，他是 Cobra 的成员。我刚刚稍微把玩一下，觉得整体我觉得蛮赞一个地方是，就是他枪可以拿在手上之后，像他小刀啊、手枪都可以插在他身上的这些枪带里面，手榴弹的弹带啊，然后他的这一些都是软质的，把玩的时候他比较不会对可动的干涉，我觉得超帅，因为他上半身蛮厚的，然后后面可以背一个背包，其实看起来很像那种潜龙谍影，有一点。再来的就是这个算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蛇眼，基本上就是他的一贯素黑的造型，身上手枪啊、刀都可以放在身上，还有他这把刀也是可以收进他的刀鞘，我觉得这个刀哇，这个武士刀蛮帅。他还有这个围巾，蛇眼的话还有替换手，因为他也是会近身格斗。狼呢也还有一个比较凶恶的头雕可以换。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第3个要介绍给各位玩具的孩之宝 G.I. Joe 特种部队系列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呢，可以去看它更多其他角色。
那以上这些呢，就是我们介绍给各位玩具人的你可能不知道的热门美系玩具的3个品牌。对我来说 ，Super Seven 就是风格比较强烈的一个厂牌，因为它真的会出一些你可能真的没有想过的玩具。黄色小鸭这部分呢，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方口的感觉，因为它就是角色超多。那第3个孩之宝，我觉得它就是头雕越做越好之外，在配件上面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是随便开个4只而已，配件就这么多。如果各位玩具人喜欢，然后把每一只都这样买起来，你也不用怕被小朋友玩，因为它就是很可以拿来把玩的玩具。那如果各位玩具人有喜欢，大家就可以上网看看，也算是蛮好购入，不是太难买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记得订阅玩具人频道，小铃开起来。最终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。那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玩具人看。玩具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